注意看，嚣张的小日子竟然把泳裤当成礼物赠送。中国小伙孙志祥当场暴怒，一手把这个恶心的脏东西甩了出去。面对如此嚣张跋扈的小日子，孙志祥并没有在发布会大打出手，给工作人员添加麻烦，并在现场展现了什么是中华传统美德。我们中国一向往来都是以礼相待。我今天穿这身衣服，这种打扮，我是想跟你好好打这场比赛。但是你今天的行为是极其的对我不尊重。咱们明天擂台上一见高下。明天你等着。到了第二天，孙志祥在擂台上狠狠暴揍了可恨的小日子一顿，并把这家伙的连胜彻底斩断。输了比赛的山田健太认为裁判拉偏架，刻意帮助孙志祥获得胜利，于是便要求赛事方重新安排一场比赛，并且实力要比孙志祥要强，名气也要比孙志祥大。于是赛事方就找到了刚打完比赛的杨卓，他还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，那就是炸药。人如其名，杨卓不仅脾气暴躁，在擂台上的打法也是十分火爆不讲理，打起架来非常凶狠残暴。然而山田健太这家伙就是典型的打不改，他是日本65公斤级3冠王，也可以说这家伙统治了65公斤级很长一段时间。在日本擂台无人能敌的山田健太决定来到中国找中国选手的麻烦，并将体重升到了67公斤级。也不知道这家伙从哪里听说67公斤级这个级别有挑战性，结果就被中国小伙孙志祥打败了。不服气的山田健太要求赛事方重新安排一场比赛，于是杨卓和山田健太的大战就此拉开了序幕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杨卓的精彩表现。请长按3秒点赞，比赛开始。对，是的，杨卓对山田健太。山田健太在不久前也是刚刚打过昆仑决，而且是 KO 了贾奥齐啊。对。经验很丰富，用招的时候变化比较多，就是一个变化线路。山田健太在此之前还击败了神鹰贾奥齐，并且是以 KO 的方式击败的贾奥齐。这一次胜利并代表不了山田健太的实力，只能说山田健太有2把刷子。被孙志祥击败之后，山田健太越想越气，于是要求赛事方重新安排一场比赛，对手要比孙志祥强，名气也要比孙志祥大。结果杨卓就自告奋勇登上了擂台，面对这么不要脸的日本人，就应该让杨卓出马教训一下山田健太。杨卓到现在还没有出过多的动作啊。好漂亮，力量很足啊，对，拳很重啊。我们看得出来，打到这个山田健太的这个防护拳套上都可以，把他投。杨卓可不是籍籍无名的搏击小将，而是纵横拳坛多年且不败的搏击猛将。再说了，一个小小的山田健太竟然能惊动杨卓，也算这家伙有能耐。杨卓的拳法进攻相当之果断，并且还十分精准。该进攻的时候，杨卓一点都不含糊。即便山田健太准备好了防守反击，杨卓照样会按照计划对山田健太发起一系列针对性进攻。不该进攻的时候，杨卓诠释了什么是不出招，是不出招，一出招就是一招制敌。现在还是在处于，我觉得还是处于试探阶段。对。中扫。这山田健太刚刚这2个扫踢啊，杨卓的这个发力啊真足啊。对。杨卓不会贸然的去做反击啊，或者主动进攻的这种动作。对。现在是越打越沉稳了。刚刚杨卓的假动作和真实动作可以随意切换，看似是真实动作，其实是假动作；看起来是假动作，其实是真实动作。这就让山田健太有点摸不着头脑，根本不清楚杨卓的战略意图究竟是什么。然而山田健太虽然只在中国打了几场比赛，但所迎战的都是榜上有名的搏击大哥，这就让山田健太熟悉了大部分中国选手的战术打法。不过这些对杨卓根本造不成影响，那是因为杨卓最擅长的就是不按照套路出牌，主打的就是一个随心所欲。山田健太这个低扫腿总是跟得很及时。杨卓也还了一个低扫。杨卓动作啊，变形的动作很少。对。每个动作都收得特别紧。对。并且呢，把整个的转腰啊、拧腰动马的动作都做得很标准。背膝。好，进入到第2回合开始了。杨卓在往后拉扯的同时，还在实施拳脚组合进攻，这就是经典的以退为进，根本不给山田健太反应的机会。
再说了，山田健太也分辨不出来杨卓是真的在后退还是在假后退，说不定下1秒就会对山田健太发起一波猛攻。此时的杨卓已经打出了火气，甚至表情都变得十分严肃了起来。两个人的报价其实都很紧，是，所以在这个单个的拳的时候，很不容易打进去。杨卓第1局没怎么发力，我觉得进入2、3局之后啊，他应该主动输出会更多。对。点击进去点板，杨卓点击点板，好成功。这两人虽然身高一样，但山田健太在和孙志祥打比赛的时候，期间还送了孙志祥一个泳裤。虽然说伤害不大，但侮辱性极强。狂妄无知的日本狂徒还敢要求赛事方重新安排一场比赛，殊不知这一次山田健太却招惹到了他这辈子都不该招惹的人。从对局上来看，杨卓进攻很有节奏感，所实施的每一次进攻都有各自的含义，这就让山田健太有点手足无措。两个人同时起膝。杨卓现在这个拳的技术，身上拳击的影子越来越重。对，尤其是这个摇闪的动作、摇臂的动作。而且他的这个摇闪动作，除了做躲闪，还有主动进攻压距离的时候，他也用到。对。挨到重击的山田健太开始慌了，直接就和杨卓展开了内围搂抱。山田健太这个行为有点危险，稍有不慎就会遭到裁判的警告。毕竟搂抱这个动作是游走在规则旁边的一个动作，非常容易出现违规或者被裁判判定为消极防守。上前面这90脚，上前面这90脚。记住杨卓。这个日本选手一贯有一个特点啊，特别黏。对。山田健太应该算是已经是好一些，好一些，但是还是跟杨卓这个站在同一个擂台上，就能感觉到身上那种黏劲儿啊。对。有的时候就是说不出动作的时候，两个人在这种中近距离耗这种黏劲的时候，也很耗体力。是的，持续的拼拳换腿让山田健太丧失了最基本的对抗权利，完全成为了杨卓的沙袋。不管山田健太发起进攻还是实施防守反击，都无法完全压制住杨卓。实在顶不住的山田健太实施了一次搂抱，搂抱的次数越多，裁判就越关注山田健太。好漂亮！杨卓这几次的中扫腿也很不错。是的。上来杨卓不止杨卓，两个人上来就展开对攻啊。推开这个健太这个顶膝啊。第3回合开始了。综上所述，只要杨卓不出什么意外，拿下胜利并不困难。对于山田健太来说，想要获得胜利就必须全力以赴，不然就会被杨卓暴揍一顿之后输比赛。从这个情况来看呢，山田健太最基本的反抗能力都快被打没了，更别说什么奋力发起反击了。不被当场打报废就是好结果。杨卓比赛一直给别人一个感觉就是很稳。对。经验也很丰富，往后退的时候啊，还是不忘了有前腿一个勾扫啊。你看，又是一个这样的，至少是场面上打得好看。对，连带带踢。对。杨卓的爆发力显然易见，打起架来非常凶狠残暴。就算山田健太所实施的战术很保守，那也无法躲过杨卓的拳法进攻。在内围对抗期间，一直把脑袋往杨卓的怀抱中钻，根本不给杨卓实施精准进攻的机会。然而杨卓坚决不会让山田健太继续为所欲为下去。你不给你反击的这种空间，对，而让你很难受。而且他在中近距离的时候，他比杨卓多了一个膝。对，这个时候就是杨卓这一点是吃亏的。杨卓我们看也尝试了几次啊，但是用膝法效果不是说特别理想。对，我觉得杨卓现在应该找合适的机会打准打要害更多的拳，如果你打到手套上，是能看出你的发力，但是距离比赛结局还剩下1分钟的时间，杨卓诠释了什么是生命不止，运动不停。只要没有倒下，杨卓的拳头就一直会往外打。面对山田健太的内围搂抱式打法，杨卓丝毫不慌，临危不乱处理着当下所遇到的困境。反正大比分优势已经紧紧握在了手中，多加注意山田健太的后手拳即可。
之后有空，哎，他起膝起得很好。两个人这段时间有点像拳击比赛啊。对，中近距离的这种拼拳、躲闪都有。我们看出现在这种状态啊，双方报价很紧。对，杨卓是打得很工整的这种拳手。对。啊，今天这个日本选手，距离啊有点影响杨卓的拳。此时的山田健太实施什么样的招式都没用，最保守的搂抱都无法阻止杨卓，照样会把拳头打在山田健太的身上。被揍了这么长时间的山田健太依然很顽强，既然还能保持最基本的战力与杨卓展开对抗，看来还是杨卓打得太轻了。坐一下，因为年龄是摆在这儿嘛。对。结果最后打完，我们看丝毫不落下风啊。对，而且我们之前几次说过，昆仑决的规则只要是我们的晋级赛啊，都是5位。最终杨卓获得了比赛胜利。不服气的山田健太再次惨遭失败，本来想击败杨卓挽回失败所丢失的荣誉，结果又被狠狠打了脸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杨卓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